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郝蕾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ama told 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another day. Something fly today.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包括相亲啊，你会在意对方的学历吗？13号，我会在意对方的学历。我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所以真的择偶的标准里面有一条是要大于等于我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11号。我觉得感情跟学历不能就是说挂钩太多，因为感情是靠互相吸引的。毕竟生活中我们买菜不用微积分，写情书不用论文。2号。我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我不太希望我的对方是博士学位。其实没有说读博不好，因为我自身就是在海外9年，然后是一个化学博士，也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女生。我是希望对方为什么不是博士呢？是因为在你读博期间啊，你其实会很大部分的精力都在这个学业上了，你对社会上的经验会少很多。所以我期待的另一半是能够社会经验多一点的。2位老师，就是学历高低，它往往代表了一种智商水平。但是恋爱中呢，有些时候是需要情商。是的。就是学历高是否一定智商高、情商也高呢？是，包括它跟智商相关，我都觉得对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肯定也谈不上多大的相关，因为它跟家庭环境，包括从小学习能力，对，还有应试水准，应试水准高的也不一定智商高，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在一套系统当中，他摸到了某些方法而已。所以我现在觉得好像相亲对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一点上，是否可以给多一点点的那个比分？是，哪怕你问你最喜欢的3本书，最喜欢的2部电影。对，甚至是说你平时最喜欢干什么，你给一个生活场景，对，大家可能还会觉得，哎，是否匹配度会更好一些？是的。这个呢，我觉得啊，在恋爱当中、相亲当中，确实是要讲匹配度。当你学历感觉到不匹配的时候，你就要寻找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我有其他方面的某些才华，可能我学历并不高。对方学历很高，但是我身上有某种闪光的才华，也是可以匹配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找到身上闪光的东西，并且发现对方闪光的东西能不能匹配，这一点很重要。好吧，开始我们今天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3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夏增文，来自山东青岛，今年32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好看看，好看啊！自己看成傻乐，好好看哦。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好好说啊，想清楚，好好说。
我希望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包饺子。哎呀，这个没有毛病，这个绝对没有毛病。那我们稍微聊一下啊，这个包饺子，你对馅儿有没有什么要求啊？馅儿，我喜欢吃黄瓜虾仁的。我也喜欢。黄瓜虾仁，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怎么正经的饺子。我认为的正经的饺子，韭菜猪肉，羊肉大葱，什么大白菜、芹菜猪肉，我认为这都是属于正经饺子。但是他们是青岛的，可能在海边嘛。鲅鱼饺子，我告诉你，鲅鱼饺子在我心目当中，它是正经当中的天花板。塔尖。哦，1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南方这边不怎么烧饺子。如果一个南方姑娘跟你在一起，然后你擀面，你弄那个馅儿，然后我在旁边给你加油助威，然后给你擦汗，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你来干，然后你会介意吗？我还是比较喜欢一起做这件事，因为我是山东人，然后就这么耿直。对。吃饺子不重要，重要的你觉得是那个过程，是吗？对。好的，谢谢。这个包饺子这件事儿，才配得上仪式感这个词儿。这个问题里面也说明了男嘉宾的一种价值观，就希望跟另外一半一起做事情，一起分享生活。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周末设闹钟。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周末设闹钟。万一他周末工作呢？他周末工作的话，我可以叫他。你叫他，那你设闹钟吗？我不设，我自然醒。这个我相信，我跟你说，我也有这个功能。真的？如果我要出差赶早班机，我要5点50醒，我也不用闹钟，我临睡前5点50，睁开眼睛就5点50。假的。正负不差2分钟。这是特异功能吗？我觉得是。我们是生物钟，您是生物闹钟。21号。你好，男嘉宾，我从来不需要闹钟。如果是10点的班的话，我9点40左右就会自然的醒。但是我有一点就是我在睡觉马上要起床的时候，不可以拉窗帘，我特别讨厌光。我非常理解这个女嘉宾说的这些，其实我也是，我从小起床的时候非常害怕那种光，因为感觉会很不舒服。看第一条片子。青岛是一个1年4季都吃海鲜的城市。今天来点啥？海蛎子不错啊，来一袋。我是夏增文，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炸猛子吃海鲜是必备。我带你尝尝，春天的鲅鱼，夏天的蛤蜊，秋天的蟹，不用多么复杂的做法，只要清蒸就能吃到原汁原味的美味。除了海鲜，我对其他的食物吃法也有要求。牛肉只吃鲜牛排，吃薯泥但不会吃薯条。食物不同的形状和烹饪方法很影响口感。因为我喜欢海，所以我的大学在海上，而且是一座岛上。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就是达里涅瓦斯多奇内费杰拉里内乌尼维斯铁。一到夏天，学校就变成了景区，到处都是来赶海的人。海参随便拿，全是在沙滩上，就是扇贝都这么大一个。虽然吧那边个头比较大，但是说实话，那边肯定没有青岛好吃。大学毕业回到了青岛，现在的我是一家证券公司的理财经理，看大盘分析涨幅。工作中的我非常果断，很快就会找到客户的需求，打理好他的资产。但是生活中总是打理不好自己的钱。曾经朋友问我借钱，我从来没有不答应。和朋友出去整整2年，从来都是我花钱。现在我也成长了，肯定不会随意借给别人钱。就算借给别人钱的话，我也会衡量一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还。
哇！我感觉就是男嘉宾，我挺喜欢你的，我挺中意你的。因为你开始有说跟女朋友一起包饺子，其实不只是包饺子这件事儿，感觉你在生活中，看你之前说借朋友钱，你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感觉你对生活特别的积极向上，特别的乐观，对朋友也仗义大方。哇，特别好，对，非常感谢女嘉宾。2号有举手吗？1号要爆灯。就差1秒，我能作证，就差1秒。就是那个19号的手速比较快，我看男嘉宾真的蛮喜欢他的。好，谢谢。老师，我也想爆灯，我也想爆灯。哎呀！哦，这是刚刚的说对，不设闹钟怕光。我跟你说，爆灯它确实享有优先权，但是爆灯的并不是回回都能最后走到最后，这也不一定。我从来没见过台上来个男生5、6个想爆灯的。我们来说一说海鲜，它带来的叫《舌尖上的非诚勿扰》。其实海鲜的话，其实我比较有发言权啊。对，因为我们青岛的一个风俗呢，就是春天的时候有鲅鱼礼，是给老丈人送的。这个都贵不贵？这个不贵，这个很便宜的。但是很便宜不至于吧？这么大一条鱼，大概多少钱？我感觉就几十块钱吧。我不信，这么大一条鱼几十块钱？对。那这样，我先给你1000块钱，你回去之后啊，你给我发一点来，好不好？没问题。来2号。我们辽宁营口啊，也是一个海滨城市。我们的海鲜你应该听过吧？辽宁营口，对吧？对。孟老师可以有空的话去营口看一看，海鲜可能也许会比大连更好吃一点。是吗？它是河跟海的交界处，所以那个海鲜是既吃河水也是海水的。哦，11号。男嘉宾你好，你那个 VCR 里有一块跟我特别像，就是我也是朋友里的老好人，就是别人有什么问题问我啊，就是要我帮忙，我都会帮助，包括借钱什么的。我觉得这点跟你特别像。你现在还借吗？其实女嘉宾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从小一直都是这种朋友，就是有问题的话，就是有困难的话，我都会就是竭尽全力的付出这种。我之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初中同学很多年没联系，然后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他妈妈病了，说需要借钱。当时嘛，大学手里也没有钱，我说少点行不行？他说行，那5000吧。过了很久，然后我妈问我说：“哎，那个你同学问你借了钱给你了吗？”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问他，我说：“这个钱能给我吗？”然后他就现在还是朋友吗？我等你这个故事等的都急死了。我以为一直他这个情绪啊，哎呀，我就一直怕打断，万一后边有个特别悲伤的故事，我打断特别不礼貌。其实没有别的是吧？没给你钱？没有。还是朋友吗？不是。这样借了钱不还的人大概有多少？不少，几个4、5个是有吧。19号。就是那个，我挺会就是要账的，就是你可以偷偷的把那几个人的微信告诉我，宝，我给你要。哎呀，这已经是女主人心态了，就感觉自己。好吗，宝？
我不想再吃那些亏了，我想把所有的赚的钱给我的女朋友花，给我的女朋友花。哎呦，高兴！哎呀，你稍微矜持一点，高兴。宝儿，我好爱你啊！哎呀！兄弟，我跟你说啊，我干这行年头也挺长的了啊。你这么一说，所有的妹子都心花怒放，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我得劝你一句啊，你的钱在你自己手上它会着火吗？还是会？我突然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对啊。那我们就看下一条吧。好了，谢谢。我肯定跟他有一种莫名的缘分，不然为什么一直偶遇同一个人？我们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很开心的时光，我们还约好一起读研，但是没有过多久，我接到家人的电话，爸爸得了重病，情况非常不好。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着我。我不放心一个人留在青岛的妈妈，决定还是回到青岛。我妈当时其实知道我谈恋爱，一直劝我继续在俄罗斯读研，就这样成为了异国恋。她说过来青岛找我，毕业后真的来到青岛，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熬过了异国恋，却没有撑过工作的忙碌。过了很长时间后，她给我发了一段很长的信息，讲述自己的委屈。当时我不是很成熟，也没有回复她。就这样，我们再没有联系过。我的第二个女朋友是一个憋气型女朋友，不开心有情绪都不会说话，问她也不说。我们分手的导火索是剧本杀，这一玩7、8个小时，真了就是一动不动，就天在那坐着，每天都去，天天坐到早上。我每天还要接她，还有同行的男生要送她。虽然我不会玩，但是我潜入了他们的剧本杀群，就是没有过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踢了。我后来发现他和剧本杀老板在一块了。我和他也永远的结束了，我到现在都非常抵触剧本杀。我今年32了，对于一见钟情，我信也不信。不信是因为我从来没遇见过，信是因为在《非诚勿扰》见到很多，所以我决定来《非诚勿扰》找一找我的一见钟情。哎呀，一个被剧本杀伤害的男人。但是我也觉得一个剧本杀玩7、8个小时也有点能待得住啊。他只能跟剧本杀的老板在一起了。对啊。2号，男嘉宾刚才讲了很多不开心的经历，但是我发现就是当你说自己方言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很放松的。青岛小门，青岛小哥是吗？你多说几句方言，就是我们可以学一学。喝啤酒吃嘎啦。喝啤酒吃嘎啦是吧？是嘎啦，对，嘎啦就蛤蜊。哦，青岛小哥，青岛小哥，青岛人喝啤酒，大概全国我也没见过，别的地方有，拿那个塑料袋拎着。对他那个啤酒是一个大桶酒，然后拿个袋子打说1斤3块，1斤几块这样打。7号，你好，男嘉宾，我是威海的，离青岛很近。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的酒量怎么样？我感觉我就是喝青岛啤酒的天花板，没醉过。兄弟，我告诉你啊，我从来没有提高这么大的调，就2个事儿不要吹牛，一个是酒量，一个是打乒乓球。啊，还在这说酒量天花板，你知道这个话说了之后，有多少青岛兄弟会打电话来吗？台上的女生酒量大的举手，我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来，你们说说自己说说酒量。来，我问19号，你酒量多大？宝儿，虽然我喝不了多少，但跟你喝，我千杯不倒，我千杯不倒，真的。而且我也不需要你给我花钱，这是我的优点，我工资卡给你。完了。高兴，你看你现在比19号，他哪知道你自己说？完了。
我就想跟男嘉宾说一下，我不能喝酒，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喝。高静也有今天，哎呦喂！而且很有小女人的温柔。等一会儿21号。Hello 男嘉宾，然后我想说一句话，我想对男嘉宾说，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这个高静有没有顿时感觉竞争压力太大了？对，竞争压力太大了。难得喜欢一个他们都喜欢的。对，我怎么这么惨？我感情路上真的不太顺。最后一个问题，4号。男嘉宾你好男嘉宾真是太火热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能跟您说上话。我这边是想问您啊，就是您现在有没有就是多少岁之前想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说的非常好，其实我想在35岁之前结婚。你今年32。来，现在留灯的是高静4号、 6号、 17号、19号、21号。哎呦喂，要灭4盏，灭掉4盏灯回来。感觉有点刺激呢啊！聊城、张冲、东北。哇！别念你的嘛。你来。哦，高进的表情。你来。哇 ！Oh no！ 哎呀，我都不敢往那边看。高静，哎呀！有请19号、21号。我们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19号、21号。我们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2号，2号，李晶晶，这个2号一直在给他出主意，对，然后安慰他，结果自己上来了。你们回忆一下啊，刚才我往那个方向看的时候，我点的是2号发言，因为我知道他选的心动是2号，2号拿手指着高静，来2号连话都不想说，直接让高静说话。1号要爆灯，就差1秒，我能作证，就差1秒。然后他一直在给高静出主意，当僚机当了半天，最后跑过去把高静灭了，心动是2号。如果2号没有出主意，是不是还好点儿？他特别难过。你稍微缓一缓，你缓一缓。你难过是因为他灭了你的灯，还是他喜欢2号啊？灭我的灯。
我的感情真的太不顺了。哎，等，我觉得吧，刚才你们俩一直在那说话，我就想拉开你们俩，因为我知道他选的是2号，我就看你们俩在那儿就亲热的不行的在那儿说，2号跟你说什么来着？你给我分享一下。就2号挺想帮我的，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选2号。而且我觉得你的衣服跟他颜色都挺搭的。对呀，对呀，每次牵手都是很搭配的衣服。我以为我今天可以，高静，保持点冷冷静我手上还有个信封，万一是智推，你上来的时候，说不定是我，说不定是我。看一下是谁。夏曾文，大数据经过测算，她的智推女生是7号连晨婷，7号连晨婷。男生性格开朗健谈，风趣幽默，性格温和不强势，不喜欢冲突，为人非常热心真诚，善于规划，感情中会有仪式感的表达，乐于付出，顾家爱家。女生性格温暖善良，有责任心和爱心，乐于付出，节俭顾家。两个人的核心价值观相似，都是非常正直、善良、温暖有爱的人，会是非常和谐的一对，供两位参考。哦，好，来，你给我说一下为什么灭1号？我感觉1号女嘉宾真的非常优秀。每个人都这样讲，有什么用啊？你很优秀，但是后面的这句话就是拒绝。就是可能是太开朗了。太开朗了啊！我今天还好吧？今天我都没怎么笑。 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看一下：邓雅丽，晃过的汽水，言情少女，脸面问题，你选一个。晃过的汽水吧。1，小2岁的妹妹像白开水，文静内敛，自己却像晃过好多遍的汽水，一拧开，哗，直冲脑门。从小好动又能说，只要有自己在，哪里都能像汽水一样欢腾冒泡。哎呀，那台上都是欢腾的人吗？李晶晶。 大女人、小女人，我要的她，包容中的原则。2，喜欢成熟、运动、阳光、自我情绪管理很好的男生，在思想上两人要有碰撞和共鸣，期待彼此是能够给予对方正能量的人生伴侣。连成婷，美食品鉴师，环游中国，心仪的他。3，永远相信一见钟情，喜欢比较阳光、善良、有上进心，可以包容小脾气的男孩子。 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冷战。希望2个人一起努力奋斗，过好未来的每一天。王刘轩，期待这样的你，游戏迷家有萌宠。3，哇，好可爱啊！一只猫的3个造型。哦。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海洋馆在水下拍情侣照吗？宝儿，我愿意。宝儿，我愿意。我刚去三亚回来，自己拍了潜水照，正缺个人跟我一起拍呢。21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也愿意，但是我想多说一点啊，不管是这个恋爱呢，还是婚姻，它就像一种持久战，像跑马拉松一样，需要2个人的这个慢慢的经营，然后包括互相理解对方。 所以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与你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然后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谢谢。7号秘书，7号秘书。就是说到海洋馆嘛，我觉得青岛有一个海洋馆还蛮不错的，我一直很想去，然后我也是比较喜欢拍照的。谢谢。2号。 我不太会拍照，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去。至于照片的好坏，如果你后期可以帮我 P 的话，我当然愿意和你一起照。完了，下面是给爆灯的，你再有1分钟时间说话。就是宝儿，我真挺喜欢你的，我觉得你可好可好了。就是你爱冲浪，咱就冲浪；咱要就是拍照，咱就花钱找人拍，给咱俩拍的美美的。 来，最后要揭开谜底了，你要坚持选中间2个
姑娘当中的一个呢要被拒绝了，你就得自己走了。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一个。你的决定是？其实我这个人呢，怎么说都是还是不会变，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哦，哇！我就是不害怕被拒绝，就是我还是坚持心动女生，我还是坚持心动女生。啊！我的妈呀！来，3位女生请回，3位女生请回。根本不想走，这是。来，最后一点时间跟2号表白一下。很紧张，非常感谢非诚勿扰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遇见你，但是我还是会尊重你的选择。希望无论成不成，我们都会成为朋友。有点不知所措，有点尴尬，因为我们之间的互动很少。我能问问你，你为什么选我吗？其实我说的所有话都非常走心，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为什么，就是看感觉。还是那句话，就是感觉到了，别的我也说不清楚。谢谢。来，你直接回答他 ，yes or no。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谢谢。哦。谢老师。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上场之后没有想到会这样，受到这么多女嘉宾的欢迎。这位3位女嘉宾真的是非常优秀，可能就是我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自己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伤害了女嘉宾，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2号，刚才在问那个问题的时候，你的那个回答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一种鼓励。如果你换另一种说法的话，我也许不一定会坚持。刚才我看见他选，就我想要的他，那个是完完全全是我发自内心是我想要选择的人。其实运动啊、阳光啊，包括其实他有俄罗斯经历啊，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男生。但是我不确定的是为什么会选我，这个是你拒绝他的因素里边，有高进的原因还是没有？有。但是恰恰我觉得对友谊来说哈，其实有些时候你还是应该坚持自己，还是要忠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1号要爆灯，就差1秒，我能作证，就差1秒。他一直在给高进说同意。你拒绝他的因素里边，有高进的原因还是没有？有。哎，你们大家再琢磨一下，我都说服不了我自己，我再捋一遍啊。这个男孩受欢迎程度之高是近期来罕见的，个子高加分的，帅吧算普通吧，好吧，我们实事求是说算普通，讲话比较腼腆，没有那种招人反感的地方，仅此而已。但是却受到空前的，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属性和一种踏实的过日子感。马上可能3年之内有结婚的打算，一上来是给大家包饺子，然后海鲜，你就觉得哎踏实放心，然后又讲义气，对朋友特别好。对，觉得就是成熟的男人，但他不强势。我们看到很多成熟男人，有些时候有点大男子主义啊，有点强势的感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有一种可能，这期节目播完之后，会吸引很多山东青岛方向的男生来报名。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三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李媛，来自湖南长沙。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能至少有一项运动的爱好。23号。我不只是会一项运动，可多了，游泳、羽毛球、射箭，还有攀岩。哦，这位女嘉宾把我的词都给抢了。我原本想说我也会羽毛球，爬山是吧？攀岩，射箭，攀岩还不会，可以跟你学。10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会介意你的另一半就是没有运动的爱好吗？他说哪怕一项都行，一项对一项都就一项都没有。走路也算爱好。但我基本也是，就是能坐着就不会站着，能躺着就不会就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坐着也能叫运动的。围棋也是一项运动。电子竞技。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那个对方叫我宝宝。哎，你怎么灭灯了？你干嘛你？我就喜欢叫人宝，宝多亲呢。宝跟宝宝完全不一样。宝宝我也叫，宝宝、宝我都叫。我想问一下，到你们家送外卖的敲了你们家的门的时候，你要问他，你说，哎，里边有餐具没有？你怎么问？亲爱的，里边有餐具吗？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吧，然后加上这个宝宝这个称谓，确实跟我形象不太符合。尤其在外面，要是听到人叫我宝宝，我这个腿都会发软，就是感觉就是就很非常尴尬啊。然后我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叫李元嘛，我希望大家能叫我元哥，对，叫元宝不好吗？元宝也不错，元宝也不错，元宝也不错。就是女朋友也要叫你什么？元哥。元哥。元哥就显得德高望重一点啊。如果女朋友叫我元哥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带爱意的这种尊重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代入一下感受，我都是男人嘛啊。这个元哥适合出去叫，在朋友面前啊，出去玩的时候叫元哥元，在家里边不合适，在家里边叫元宝，出门叫元哥，可以，这个思路可以，对吧？看第一条片子。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时尚与潮流。我叫李元，现在在长沙自主创办了一家线上服装店，身边许多人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秘籍：大龄单身男青年保养指南。首先是穿搭，我会偏向选择休闲风、运动风。再搭配一些潮流元素的配饰，立刻年轻到让别人无法预估自己的真实年龄。其次是坚持运动，每周都会系统的健身，拥有8块腹肌，体脂也保持在13左右。篮球是我最热爱的运动，长沙打篮球的一半都认识我，我也成立了自己的业余球队 B4L Basketball for Life。我的打球风格就是尽可能的多的让队友得分，一人助攻2人爽，特别喜欢去帮助别人。21年2月份，我在网上看到一位不到1岁的高位截瘫患者，当时感触很深。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痘痘的故事，
我会主动为这小姑娘做一些视频。现在单身6年了，每年都会有1个月特别想谈恋爱。在这6个年头里面呢，总共已经是第7次当伴郎。是我的女性朋友在3年前就灭绝了。就平时我这健身打球的爱好，其实能接触到女孩的机会非常少。球友啊，他们会带他们自己孩子过来，难得出现一个女孩，也是人家的老婆、人家女朋友，所以1年下来我也认识不了一个女孩。时间长了吧，其实也觉得该成个家了。11号。男嘉宾你好，你单身6年，让我非常好奇，很少有人看到会单身6年。你是平时接触不到女性，还是说你对女性要求比较高呢？对呀。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11号。男嘉宾你好，你单身6年，让我非常好奇，很少有人看到会单身6年。你是平时接触不到女性，还是说你对女性要求比较高呢？对呀。就是6年的时间，确实单身特别久。我周围的这个朋友呢，按年龄段来说，应该都差不多都结婚了。他们单身的时候就没管我死活，然后基本上自己好的资源自己留着，然后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我是不需要的，然后直到今天为止，然后他们就觉得反正是吧，也这样了，就是我们也都成家了，那就更不管你了。哎，这几个其实都比我小，对，这几个都比我小很多。第4个也比您小吗？那个哆来咪发的哆。其实这些人都比我小，都成家了，然后都有孩子了。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特别喜欢会打篮球的男生啊，因为真的很加分，就是这个运动真的是荷尔蒙爆表，真的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你说你有8块腹肌，看大屏。我的妈呀，这我服我服。来，植贝贝，我长沙的啊，你考虑一下啊。不是说你是做那个服装的那个方面的吗？但你老是穿男装什么，你也没有女模特，我是不是没有女装方面？因为拍不了呀，然后我的现在女性这个资源客户太少了，而且他们一般都只给他们的老公买。这样也好，谈对象的时候要删除的这个好友不多。刘畅，我想问一下，对你未来的女朋友有没有一些穿搭方面的喜好啊、偏爱啊，或者是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现在24个女嘉宾哪一个的穿搭你比较喜欢，或哪一类的你比较喜欢？我觉得首先穿衣服，不管男女，你得是自己感觉到，首先得愉悦自己。但是有些人，我觉得他可能为穿衣服完全是为穿给别人看的，这个是我不认同的一个穿衣的风格。我觉得女嘉宾每个各有各的特点，对大家上来的话，肯定是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看下一条。我的情感经历足足有18年的跨度，他是我的初恋。那个时代的通讯手段主要靠 IC 电话亭，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电话亭等他来电。相处了3个月后，我才后知后觉，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我的初吻好像也没了吗？后来他说他想去北京学舞蹈，有远大的理想，值得肯定。我支持他，我会等他。去了北京 ，IC 电话，常联系。看了没？我女朋友给我买了我最喜欢的漫画书。过了许久，我才从朋友口中得知，你被骗了。快回来！去北京只是他找的一个分手的借口。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我的初恋竟然这么荒唐的结束了。下一段是15年前，那时候通讯手段已经进入小灵通时代，表白也相对方便一点，顺手一个电话，
搞定。后来，他也面临着毕业，马上就要到社会上来，提出想结婚，我顿时迷茫了，所以拒绝了结婚。最近的一段感情是8年前，他比我小9岁，女生也经常用一些网络词汇。虽然他有时候比较幼稚，爱生气，但我觉得没有原则性问题，就都是小事儿，会选择让着他。他经常发微信给我，但我不喜欢网聊，经常随便找理由结束聊天。我等会儿打球去了，咱晚点再聊吧。可到了后来，他家里人觉得我们年龄差距太大，工作也不稳定，我也觉得那时自己没法给他幸福，就主动提出了分手。我自己比较理想的女孩，觉得她性格应该是稍微活泼一些的，有一些自己的运动爱好，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的恋爱史几乎是半部中国通讯事业发展史。谈恋爱开始是公用电话，然后是小灵通。你别说，现在要拍一个这样的片子，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还不容易呢。那个植被被灭灯的原因啊，我开始不是跟男嘉宾说了吗？我说咱们都是长沙的，这个近水楼台嘛。但是我后来看你 VCR， 我就越看越觉得好慌啊！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就是很喜欢小一点的小朋友的那种。我也是喜欢比我大的，但是我会觉得你比我大的应该就是成熟稳重，然后有一个事业心或者是干嘛的那种。对啊，不然我为什么单身了6年呢？对不对？就在这个6年时间里面，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沉淀，也有对以前的一些理解，所以其实我才鼓足勇气到了这个舞台上来。因为我就是看到最后面也是比你小9岁的一个小姑娘，我就觉得可能你比较喜欢去找你年龄小的，然后可爱型的，我可能不合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动女生。哎呀，你们年龄也合适。你看他觉得，但是人家就喜欢你这一款。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对不起啊，对，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想说，就是男生，我觉得男生啊都喜欢那种20出头的那些小姑娘。我为什么来《非诚勿扰》，就是因为我在现实中已经找不着男朋友了。就他们跟我接触久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性格特别好，一旦问了我年龄，然后就可能微信就拉黑了。其实我和你的情况是很相似的，所以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跟你说呢？就是在我充分沟通之前，我们先不要假定，我觉得他怎么样，问一问不好吗？中间有一个女生问他，你喜欢女生穿衣服是什么风格的？那个男生说半天没说出来。其实穿衣服的风格代表你喜欢的那个女生类型，那男生就啊，都你喜欢就好啊，什么？好像我觉得男生没有特别清晰的表达出我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所以大家只能是猜。他有6年，周边几乎没有女孩，他的那种理想型也在慢慢模糊，所以他也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具象来帮他明确心动，然后那一类是可能有什么特点才能帮他归纳。我们看一下智推，经过大数据的测算，李媛的智推女生是23号植贝贝。哎呀，男生性格外向健谈，属于活力型男，非常喜欢运动，爱好体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实现自我价值。女生性格外向、大方、自信、开朗。2个人都会追求品质生活，都喜欢运动。男生需要更多在行动和语言上来表达爱，女生就会更有安全感。一个体育，一个艺术，一位打篮球，一位教音乐。一个37，一个32，两个都来自长沙。挺遗憾。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其实确实周围很多人已经看上去跟我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外别上，就是外形上差距了。但其实感情的话，其实我随着我自己心智的成熟，在这个上面我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成长。这个贝贝作为我的这个心动女嘉宾，其实她一开始也选择了我，但是后来可能她对我也有一些产生了一些误会，对，然后就是这个会有点小遗憾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飞哥好，还有两位老师好，还有在场的各位女嘉宾，包括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汤艺谋，24岁，来自江西。我有一个同事，跟您一个姓儿，本家，他也姓汤，也姓汤。他每次跟人介绍，哎，你好，我姓汤，汤汤水水的汤。我说咱们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你跟人介绍的时候，能不能稍微高级一点？那你介绍你的梦，你怎么介绍？孟子的梦梦。孟婆汤的孟，孟婆汤的汤啊。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和我的另一半之间能够设置一个沟通板。沟通板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可以是黑板，或者是其他可以手写的一些东西，就是记录在上面。像我们就是情侣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都偶尔会碰到一些什么吵架，或者在这个时候的话，设置这个沟通板，在上面写上一些情话或者是一些道歉的话，对，来去哄对方。我好奇的是，你们俩没有手机吗？哎，如果说有这个沟通板的话，用手写下来可能会更有新意一点哦。哎，是是是。放在厕所门口，写你又没有冲。13号，大家您好，我觉得这个沟通板我很支持啊，我特别希望能把彼此的这个优缺类目啊，或者一些比如说遇到某些事情的处理办法和方式，大家都列成个表格，看起来清晰一些。我甚至想过，可不可以在恋爱之前或者结婚之前做一个可行性的研究报告，是不是这样能减少这个情绪上的内耗呀 ？PPT， 做个 PPT， 每天在那翻。这都是咨询公司出身的吗？几位？12号。你好，男嘉宾。我认为你说的这个沟通板是可以两个人之间调节情绪的，但真正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两个人面对面一起来沟通来解决。比如说我对你撒娇啊，或者说你哄哄我，这样我觉得是可以更直接的解决我们之间吵架的问题。对，我这个人是比较好哄的一种。你比较好哄，你好哄不好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找的那个妹子好不好哄。男人还有什么不好哄？女人是要你去哄她，懂吧？好，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说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去麻烦别人去砍价，也是个人经历吧，就是可能平时生活中大家也会收到一些那种什么砍价的那种垃圾广告啊什么的，就是反而你点进去之后，你帮了别人，别人还没达到就是人家想要的一个目的吧。如果说我的另一半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我会直接给他买，而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11号。男嘉宾好，飞哥好，我是来自杭州的吴金燕，今年23岁了。我非常支持男嘉宾的观点，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找我砍价，我很拒绝，我觉得太麻烦了。植贝贝，男嘉宾你好，这儿就是你不希望就是你的对象去找你身边的朋友去砍价，还是说你对象他自己找他自己的朋友砍价，这个也不能接受吗？也不是不行吧，就是你知道后果的，就是你可能砍不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的话，你可能会生气。你生气的话，然后我看到我可能我的情绪就会转移到你身上是吗？对。你是担心这个？也不是担心这个吧，就是你心情不好了呀，我在乎的是你呀，我在乎的是你呀，懂了没有？
还蛮甜的他啊。好，来看第一条辫子。冒险、激情、危险，这是人们提到这项运动时最常提到的词。我在15岁的时候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跑酷，世纪之初兴起的一种街头文化，在跑酷的世界里，一切的规则都很简单。面对虚无时，抬起腿，迈进虚无里。是怯懦犹疑，还是一往无前，一切就都有了答案。我叫汤艺谋，24岁，江西人。在墙壁边，在高楼处，在小巷里，都有我战胜恐惧、克服障碍的身影。我在跑酷里获得了战胜自我的无尽喜悦，也在各种跑酷交流会上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墙壁上落地，跑酷这些年，身上的器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但人生并没有那么多一蹶不振。现在的我是一名摄影师，魔鬼的步伐让我在影像的世界里游刃有余。跑酷它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这些年磨来的韧性与勇气成了我人格的底色。我的朋友们都说，花10年去投资一个兴趣爱好很长情，这没什么。小时候的一些玩具我可能会舍不得扔，但是我长大了又不会去玩。我还会认真地保留很多用过的东西，总觉得他们以后一定会再用得上。旧的购物袋，旧的盒子，但到了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又会舍不得用。就是我平时我出行的话的一些机票或火车票，我都可能会保留下来。除了保留旧物，我还是一个会省钱的拆装专家，从小就爱拆卸和组装东西。我特别爱研究做这件事花这个钱到底值不值。只要勤积累小东西，就能省下大东西，这是我的生活哲学。我的喜爱很长情，但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婚恋模式有时会让我彷徨无措。《非诚勿扰》里男孩和女孩们互相了解、互相选择后的爱情，让我觉得更可靠，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以前还没来过跑酷的男嘉宾呢，第一个，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你就来吧。哇！我觉得他好像还没有过瘾，我以为是个热身的。热身。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酷的，这个帅，小脑特别发达。6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叫张毅，来自重庆。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男嘉宾跑酷的时候嘛，我觉得那种游刃有余和自信非常的吸引我，非常的迷人。然后我也相信男嘉宾肯定会有就受伤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肯定会是非常心疼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男嘉宾是想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对于这方面的话，就以后就不能做一些大动作了，就只能做一些可能简单一点的动作。你那个片子里边说你特别爱囤那个什么拎带，对，手提袋。你这是一个收集的爱好呢，还是觉得它有什么用啊？纯属的就是比较好看，然后就是这些袋子比较吸引我，很有创意啊，这些袋子。男嘉宾是囤，但是平时不用，是不是？我刚才记得。用的话也会用，就是真到用的那个时候，我会再从中挑选一些并不是那么好看的，但是的话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小心痛吧。你是喜欢那个有艺术感的东西，它是一种氛围感啊。来，你们还会囤一些什么玩意儿？19号。男嘉宾你好，我特别喜欢囤那种塑料袋儿，因为我每次去超市我不会买它，我会拿着我囤的塑料袋儿去超市。
你就感觉人生赚到了。对，要不然那个袋子好贵的，我好心疼的。对，这很环保啊。我们换一个话题吧，你拆过最高级的东西，拆过些什么？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们换一个话题吧，你拆过最高级的东西，拆过些什么？可能现场这个摇臂吧。对，因为我是干摄像的嘛，然后之前跟师兄的话，就是他，可能出去要送某些人啊什么的，然后就把我一个人留在现场，结果我等得太无聊了，我就一个人把这个摇臂就直接拆下来了。摇臂突然升过来了，有一种你拆我呀的感觉。是摄像师对另外一个摄像师的打招呼。在挑衅我。刚才看我们那个片子，你还满意吗？可以，也就是可以，可以很满意。好，来看下一条。第一次，我遇见了一个很勇敢、很主动的女孩。她会给我买水，她会等我下班。那时对感情还一无所知的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同事互动。她在一个独处的夜晚，她主动亲了我。起初真的很甜蜜。20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爱情的美好，我也想更加用心地呵护这段感情。可后来发现，我也迷失在了这段感情里，因为他开始对我提要求，没完没了的提要求。他会在起床时要求我温柔体贴，日落时又抱怨我不够男子气概。满足或不满足他的要求，他都会生气。后来我终于明白，这大概就叫不爱了吧。因为不爱，所以做什么都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消沉。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公司来了一位新员工，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单纯活泼，善解人意。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迅速变熟了，同时她也终于把我从上一段感情里拉回来了。我对她着了迷，这一次我要主动出击，于是我主动亲了她。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拍，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那样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故事的转变发生在半年后的那一场探亲中。那原本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们开了1000多公里去探望他的父母。可等待我的，就他妈妈说我们距离太远了，然后他也不希望他女儿远嫁，然后就让我们不要谈。一切连讨论的机会都没留给我。1个月后，他离开了江西。我对于未来的另一半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我有话想对未来的丈母娘说，只希望我的未来丈母娘对我们的关心是可以有界限的。我希望能在非诚勿扰上找到我的那个他，能够一起携手同行。哎，他的故事都好精彩，发现没有？丈母娘对你做了什么？就是我的第一任吧，就是他的性格是比较强势的。就我跟他了解了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去他家见他的母亲嘛，结果他的母亲然后在他的朋友面前就生气啊、发火啊、发飙什么的。回在路上的时候，我在电梯里就想，我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如果说以后跟他在一起，我要面对2个这样的人，那我细思极恐，你知道吗？你的意思是不是，从丈母娘身上你就能够想见你女朋友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对于另一半来说的话，就是看未来的媳妇儿要先看娘嘛，就这个意思，大概这个意思。对呀，很有道理。他害怕他的未来人生是强势的平方。问问他爸爸在恋爱的时候有没有？爸爸没有机会说话，可能。对对。哎呀，天哪！说到丈母娘这个问题，台上的女生，你们觉得自己和你们的妈非常像的，举手我看看。你看民间这老话，有的是真有道理啊。来，19号，我问问你，你妈也是你这样？嗯，一样的。我妈从小管我叫宝儿，要不然叫妈妈的好大儿。妈妈的好大儿。你妈妈身上有什么东西在你们身上延续下来的有吗？我妈掌控欲特别强，
对我爸就是去哪儿了，干嘛，几点回来，跟谁，然后录小视频，所以你就一模一样的把你妈那套。差不多吧。你刚才说的看丈母娘，虽然不是100%的准确，但是这个话它真的是有一定道理。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由女嘉宾的妈妈给我们发来的。我是直贝贝的妈妈，今年56岁，退休前做会计工作，平时喜欢运动，喜欢旅游。女儿美丽善良，勤奋上进，能歌善舞，是一名优秀的钢琴老师。希望找一位有上进心、有责任心、有爱心、勤奋善良的男孩子做女儿的男朋友。下一个呢？对我未来的女生呢，在1.8米左右，不要太瘦，有稳定的工作，有上进心，对我女儿好一点就行了。这是谁的妈妈呀？高静高静的是吧？在妈妈说1.8米，好像很坚定。第一个条件就是1.8米，然后不要太瘦的。那你同意他的标准吗？1.8米这个确实，1.8米都喜欢1.5米、1.6米的，但是不喜欢太瘦的。这个我跟我妈想法是一样的，我不喜欢太瘦的。哦。这个刚才他有提到个词儿，第二个女朋友家里不希望她远嫁是吧？对。来，这个话题问问女生，24个女生当中也觉得自己不希望远嫁的举手看看，一半儿。你们认为的远嫁的这个距离多少算是远嫁？高静，我只能接受城际高铁的距离，就是那种5个小时以内的距离。高铁5小时以内，也就是1500公里。啊，13号。我觉得是脱离了我已经成熟的工作区域就算远嫁。不远嫁的原因是一种是像13号说的，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的非常舒适了，然后我有我的工作了。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不是因为父母不愿意，还是说怕自己太辛苦？这个我不太知道。那我问问15号。大家好，我叫李一丽，我来自广东广州，今年23岁。你好。然后我爸妈呢，就只能接受我就是选的男朋友是在港澳大湾区的。他描述为大湾区，他可以换一个表述，可能接近于什么呢？粤语使用区。哦。对，我妈妈她不会讲普通话。哎，你看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很害怕，就是以后找的未来的男朋友会跟他们有交通上的障碍。沟通上的障碍。对。这些女生都说到了远嫁的他们的标准，你倾向于接受哪一种？你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远嫁的话，就是大家自己互相想一下，平时自己工作的话，也是逢年过节才回家一趟。其实我觉得远嫁可能跟这个，就是可能还是概念上有点。他其实是支持的。最后一个问题。男嘉宾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下一次遇到一个女生，可能也是异地，对方的父母可能也不是说特别同意把女儿嫁到特别远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呀？我会去她的地方发展。那如果说你愿意为了那个女生去她自己的家乡的话，前面讲的那段感情，那为什么当时会分开呢？这个我感觉就是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已。对方父母就是不希望我跟他女儿在一起。啊，明白，好。最后留灯的是6号，有问题吗？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前女友父母他们真的是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仅仅是你认为？你有跟他们说过，你愿意为了他们的女儿来到他们的城市吗？我跟他的叔叔是关系比较好的，他叔叔是这样跟我说的，就懂我意思吗？
我发现刚才那个6号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要受伤了以后如何的，他那个问题我就当时就觉得，你看一直留到最后，可能也有到重庆的是吧？来看一下智推，唐颖楼的直推女生是王刘轩。男生性格开朗有活力，温暖善良，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和人相处时非常照顾别人的感受，乐于付出，有上进心。女生呢，上进心强，大方优雅，活泼外向，爱干净，爱整洁。对待感情的态度呢，都非常看重忠诚、热情、亲密。当发生意见分歧或者对对方的行为表现和期待不一样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需求，对两人都有挑战。最后一点说的挺好的。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就是如果有旅游的机会的话，你会选择自驾还是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来，6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对旅游的话是没有多大的兴趣的，因为我更愿意2个人就是在熟悉的环境去做一些，就是只要2个人能在一起，然后增进感情，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旅游的话，其实我个人是可能不太喜欢。不喜欢旅游的，第一次听到。可能我的安全感还给不到位。19号。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坐飞机或者坐高铁。飞机或者高铁，但不要自驾。2位女生，如果选19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可以牵手6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选6号。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如果只是你的份。Another love is truly hard. Another love is truly hard. I know that love is also happiness. 真的非常感谢他能为我留灯到现在，所以我也是互相感应吧。我觉得他可能是挺喜欢我的，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了他。如果能够和自己喜欢的男生一起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促进感情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可能也会去选择到他的城市生活，去发展成那样的。有些问题啊，你事后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其实他们的之间沟通不多，但是从他的第一个问题，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专门说：“那你心疼不心疼啊？那你受了伤以后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默默的一种喜欢的一种表示。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Hello， 大家好，我是丛鹏。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另一半在我拍照片的时候能等等我。你拍照片的时候，他等等你，你在拍什么？我很喜欢拍生活中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光影、小孩子玩，老人的一些神态什么的。有可能我俩在一起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比较满意的东西，我会停下来拍，可能就没有及时的去跟他说，这个时候他已经走远了。然后我希望他能理解我这一点。这个是我当时是在798拍的一个光影。我很喜欢拍这种光影。摄影就是关于光和影的一种艺术。6号。
那个飞哥好，哪位老师好，我是6号女嘉宾殷甜甜，来自山西太原。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你，就是一个照片你会拍多久？就是我不可能一直等你啊。没有，这个顶多就几分钟吧。如果是刚巧是满意的话，可能就半分钟、1分钟就 OK 了。好的，谢谢。我有一个想法哈，男嘉宾，就是我爸爸是一个编剧，也是诗人。就你跟他出去玩，好像他都在沉浸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有些时候家人的感受就照顾不到。如果你女朋友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会调整一下吗？我会安慰他，如果是有女朋友的话，安慰他，没事，忍一忍就好了，忍一忍就好了。如果有女朋友的话，我会尽量去拍女朋友，如果她愿意的情况下。哎呀，这样就太好了，对。9号。飞哥好，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苏媛，来自浙江宁波，现在是一名房产经纪人。对，男嘉宾，比方说咱俩就是走路上，我跟你正可高兴的，咱俩唠嗑呢，然后你这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哎，那光影太好看了，你会突然的打断我吗？你说，哎，等一下，我要拍一下那个照片，然后再跟你聊天吗？我会等你先把这个事情说完之后，然后我再跟你说这块我想拍点东西，让你等我一下。他说的那个情况是转瞬即逝的，那就没吧，那就没了。光可以没，但人得在。好的，谢谢。有的时候要看那个事儿的罕见程度。那个时候，如果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再出现第2次的场景，就在那1秒钟出现的时候，而你在说晚上我们是吃饺子还是吃面条，我可能就先等那个百年不遇的，然后回来说面条也行，饺子也行，你看可以吗？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另一半比我睡得晚。你几点睡？我因为由于工作原因，可能要凌晨1、2点左右吧。3号。你好，男嘉宾。你好。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因为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更安静，然后更适于工作。然后我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晚，我可能要3、4点才睡。那我们都是因为工作才这样，那这种我们怎么去协调呢？其实我也一直很困扰这样一个作息时间。如果睡得晚的话，又不是天天这个样子吗？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单身的时候，我的手机是飞行模式的，因为我睡眠不太好。如果是谈恋爱的话，我会24小时开机的。就是如果你晚上会惊醒或者睡不着了，随时可以联系到我。不，我是比你还晚，你惊醒的时候可以找我。那好，我们来看第1条片子。福莲，你给我讲讲小丛是怎么开始做壶的吧？你呀，你是不是觉得小丛不像一个做壶人呢？小丛大名丛鹏，现在是一名紫砂壶的手艺人。5年前，孤身一人南下1800公里，来到宜兴学习紫砂文化。紫砂壶一行讲究师门传承，于是丛鹏便奉茶拜师，从学徒做起，兢兢业业，最终被师傅纳入门下。小丛生活里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你就听他自己讲吧。我叫丛鹏，干什么的你们也知道了。像他们讲的一样，我生活里根本离不开壶。先懂茶，再喜欢壶。喝不同的茶，我会用不同的壶，而我也给他们取了相应的名字：福莲、秦玉。壶对我来讲的话，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如果说我去送给朋友的话，他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Hello， 最近喝没喝茶？我关心的是你，不是我的壶。对，我管这个叫回访。每一只壶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总是想知道的。远离家乡独自生活，那必须要会做饭。我会跟着做饭 APP 教程一步一步来。因为红烧肉它需要放料酒嘛，当时是放了挺多，后来味道是没有了，但是吃的时候有点上头了。现在我也有自己的特制菜品了，这是为未来女友准备的蜂蜜紫薯泥。其实除了为未来女友准备菜，我还做了一对情侣杯，但还没有所属。还为她准备了诗集，5、60首情诗，只差一个女主角。
2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来自南京的魏欣怡。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你做饭就一点料酒都不能放，是吗？可以放，但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放的有点多了，我的酒量是特别差的。对。但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以后很喜欢喝酒，那怎么办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2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来自南京的魏欣怡。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你做饭就一点料酒都不能放，是吗？可以放，但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放的有点多了，我的酒量是特别差的。对。但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以后很喜欢喝酒，那怎么办呢？我可以陪着，我可以1瓶陪你10瓶。然后你看他喝，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是吗？然后他会跟你说：“我先睡了，我支撑不了一会儿，我先睡了。”睡一会儿起来再陪你喝。19号。男嘉宾你好，我叫朱一贝，来自浙江宁波，今年24岁。你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你做壶的话，应该是要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的一件事情。那你肯定有可能一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做壶上面。那你是不是经常会没有办法回女朋友的微信呢？这个不会的。然后手机就是放在工作台上，如果是女朋友发来的话，我看见的话就会回，除非是我现在这个过程是特别需要用心去做的，然后我会等一下再回。4号。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的何旭林。你好。然后我是学过3年多的茶艺表演，所以也对茶特别感兴趣。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如果遇到女生不喜欢喝茶，你该怎么办？这个每个人的爱好不同吧，对他不喜欢也没关系啊，我会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慢慢喜欢的。我总有办法让你喜欢的。哎，飞哥。说到这个茶，能不能玩个小游戏？你说。我说茶的名字，让女嘉宾猜一下是属于什么茶类的。好，你来。第一个安吉白茶。12号。绿茶。哦，对了。好厉害。来，再来一个。第二个是大红袍。植贝贝。红茶呀。错，不对。黄茶。不对。啊，不对。乌龙茶。对，是的，乌龙茶。大红袍是乌龙茶。长知识了。再来几个，绿雪芽。啊，绿雪芽是什么？豆芽的一种。高兴。白茶。对，是的。哦，可以。对了，他是蒙的吧？哎呦，对，蒙的。哦，我再考你一个，碧潭飘雪。什么？碧潭飘雪。绿茶。花茶。哦。你跟他们要不要分享一下关于紫砂的一些事情？我想知道，平时你们玩壶吗？贾明玉。你好，男嘉宾。说到玩壶，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家楼下的大爷一手盘个核桃，一手拿个紫砂壶，这么溜嘴喝，你知道吗？然后我想知道你所说的玩壶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常见的都是这样的。玩壶其实就是正常用壶嘛，每天泡茶用。像您说的这种对着嘴喝，但是个人的话不太建议这种，因为它不太卫生，而且容易烫到自己。关键是容易烫。卫生不卫生？你说那把壶就我一个人喝，我又不会给别人分享，这不存在。开水一进去对着嘴，你自己想吧。你一般你把壶都送人的时候，你会有选择性的吗？会，肯定会的。比如说你会怎么选？因为这个壶我做出来之后，我是有感情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不能说我随随便便就送给一些人。我有一个微信群，有9个人，我们关系特别好。我目前为止只送了他们8个人。哦。然后这个名字我还给起了叫酒怪。
九怪。对，我是大怪。现在八怪都结婚了，也有小朋友了，有小怪了都。老怪一个人担着了。你今天有没有把握带一个回你的黑风洞？必须有。一般来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喜欢把玩这种东西的人，基本上是中年男人。这个不一定吧？不一定是吧？对，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化了，包括我的客户有的00后的，他们很喜欢这个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紫砂文化，包括茶文化，我觉得现在它是属于我们生活中的，所以不要把它用年龄来划分。我的年纪不够，我还不能喝茶。确实，而且它可以跟很多年轻的方式包装在一起。我刚才就在想，你可以做一个紫砂盲盒，是吧？你刚才八怪正好加一个隐藏款，然后在不同的壶喝不同的茶，然后买壶赠茶等等，就有很多玩法。16号。男嘉宾你好。你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就是休闲方式，就跟朋友聚会啊什么，都是以喝茶为主吗？基本上就在家，比较宅。平时会跟师兄弟什么聚一下。我们聚会的话，也就是喝茶、聊天、吃饭，因为茶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的意思可能比如说唱歌、剧本杀、密室或者什么体育活动，这个很少。运动我会的，打篮球。看下一条。喂喂，福脸，问你个八卦哦，咱们小丛多久没有谈过恋爱啦？挺久了吧，少说也得2、3年了。22岁的初恋是发小介绍我俩认识的，先在电话里告白，然后在过年的时候见了第一面。第一次面对这样主动的喜欢，慌张的同时又觉得很温暖。过年时我们去见了各自的父母，双方家庭都很满意，我也觉得我们的恋爱不会再有问题。他希望我半年左右吧，能从大连回老家。我当时也给他的承诺就是半年左右把工作辞掉，从大连回老家陪他。只是我没有想到，他在手机上向我提了分手。两个家庭满意了，两个人却分开了。又过了1年，突然有个女孩来加我微信，说是在朋友的好友圈里看到了我的照片。后来我们还没见面，就互相表达了心意。虽然当时还是异地，但每天下午5点40，我们会准时开始通电话。原本普通的5点40，却是我爱情的火线。可爱意很快燃尽，渐渐的，他不愿和我多说。5点40再打过去，只会被他挂断。如果说未来的感情，那我希望能像师傅和师娘一样恩爱。你会是一个勇敢、可爱、有些孩子气的女孩吗？希望无论到什么年纪，我们眼里都只有彼此。1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感情里面都是偏被动的一方吗？我比较迁就对方吧，很多事情会为对方考虑，我会牺牲我的一些东西去迁就对方。那如果说出现一些矛盾，你是会主动去解决，还是说会想着忍一段时间后面再说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感情里面都是偏被动的一方吗？我比较迁就对方吧，很多事情会为对方考虑，我会牺牲我的一些东西去迁就对方。那如果说出现一些矛盾，你是会主动去解决，还是说会想着忍一段时间后面再说呢？出现矛盾了就解决矛盾啊，但是我不会跟他吵跟他闹的，就是如果都在这个情绪上了，我会忍让的。好吧，谢谢。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你的前任就是在手机上和你说了分手，然后你没有再争取吗？
争取了。我觉得这个分手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第2天我就回家了嘛，就去找他了。然后买了一些那个便利贴，我在他们家的楼道贴了 I love you。对了，等他下班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后来他说，那咱们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吧。后来我说好，然后当天晚上就是吃了个饭，把这个事情简单的聊了一下，后来就是选择了和平分手。好的，谢谢男嘉宾。我觉得突然的灭灯，好像只是说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和你的热情在紫砂壶的创作过程中，感觉生活圈不是特别大，所以这种情况下，除非那个女生对你所从事的行业特别喜欢，否则呢，就是普通的职业的人，他理解不了那个工作的特性的话，会觉得交流起来共同语言会少一点。其实手艺人有很多非常繁琐的，而且流传已久的、不可打破的、不可逾越的规则和底线。他塑造了这个手艺人这个身份很坚实的一个身形，但是在爱情当中，他又可能会成为一种桎梏。所以你刚才就提到，你说每天到了5点40，我觉得我就要拨个电话，它会成为一种安全感，成为你的行事方式的一个指针、一个标签。时间到，我要打。你有时候需要想想。爱情当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它变成一个任务，它身上的那种浪漫、美感、不确定性全部都消散了。换个角度想一下，对，这是你要从工作模式切换到爱情模式里要完成的一点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这一步如果转变了，那种生活中的交集都可以慢慢再去寻找、去拓展。年轻人嘛，他总是向往着有点活力的那太安静了，就是稍微做一些更年轻化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可能会更方便和女生交往，好吗？吸取教训，以后改进。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紧握我的手。我觉得这次灭灯的主要点是我自己太直了，对感情里面有些事。有一些很多东西应该换个角度去考虑。我觉得陈老师说的这个问题，我是理解的，因为太规划的话，会有一种非常死板的感觉，让对方觉得没有新鲜感。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